今天是2025年11月2号，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47天。昨天，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900人。五角大楼正式批准向乌克兰转移战斧巡航导弹。红军乘坑道绝杀4线同步破局，库尔斯克主战场实现了关键的突破。11月1号，一场贯穿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苏梅和库皮扬斯克全域的决战正式打响。红军城战场的厮杀从凌晨4点17分拉开序幕。这座被俄军称为铜墙铁壁的战略要地，周边部署了密集的 S-400防空系统和铠甲近防系统，同时还部署了多支特战部队，试图彻底封锁城区。但乌军早已布下了反击的陷阱，由第3特种兵团、第25突击旅主力构成的地面部队配合 F-16战机展开了教科书级的空地一体作战。F-16战机从基辅瓦西里科夫机场起飞，以超低空突防的战术避开俄军雷达探测，机翼下的精确制导炸弹精准命中了红军城南郊的俄军炮兵阵地和前沿指挥所，撕开了俄军防空的关键节点。地面战场，红军城1号煤矿作为乌军预设的防御主阵地，主巷道宽约 4.2 米，70%的前线物资通过这里运输。俄军特战分队试图复刻渗透战术，从城西防御的薄弱环节潜入巷道，却触发了乌军预设的地雷和无人机监控系统。乌军士兵依托熟悉地形，借助矿车轨道快速机动，动用喷火器清理密闭巷道，同时呼叫 F-16战机对坑道口实施精准轰炸，彻底切断了俄军后撤通道。截至当晚18点，乌军第153机步旅已经收复舍甫琴科核心区域，将战线推进至红军城东部的佐洛托伊科，成功解除了双子城包围的危机，确保了关键的补给线。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邦达诺夫亲自坐镇前沿，指挥特种部队搭乘 UH-60黑鹰直升机空降至俄军后方，成功完成对俄军渗透部队的清剿任务。扎波罗热方向，乌军第47机械化旅对梅利托波尔周边的俄军弹药库实施定点打击，摧毁3座大型弹药库，迫使俄军向东南方向溃退约2000米，有效缓解了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的军事压力。哈尔科夫地区面对俄军对铁路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军第92机步旅迅速展开反击，依托无人机侦察成功锁定俄军炮兵阵地，快速猛烈的打击击毁8门俄军 2S-19 自行火炮，恢复了部分运输通道的能力。苏梅战线传来了更大的捷报，由于俄军集中主力于波克罗夫斯克，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抓住战机发动反击，成功收复了斯蒂安蒂尼夫卡，将俄军逐步驱离了边境线。此前被俄军无人机袭击的苏梅铁路，乌军工程部队在战斗间隙快速抢修，确保了基辅方向补给道路的通畅，展现出强大的战场保障能力。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第77空突旅虽然遭到俄军温压弹的袭击，但凭借灵活分散的战术部署，成功避开了主力的合围，转而对俄军侧翼发动突袭，击毁3辆俄军装甲，牵制了俄军向哈尔科夫推进的兵力，为友军防御部署争取了关键时间。库尔斯克的战场的决战从凌晨3点40分打响。作为俄军重点防御的战略要地，俄军投入了第2坦克近卫师和第6坦克集团军主力部队，以及东方集团的特战分队，总计约27000人的兵力，100多辆主战坦克和160门火炮，试图依托城郊预设的攻势固守防线。乌军则集结了第7突击军核心力量、第3特种兵团和第128山地突击旅一部，在 F-16战机联队的空中掩护下发动雷霆攻势。凌晨5点12分，12架 F-16战机从利沃夫空军基地起飞，携带精确制导炸弹，超低空突防，精准命中了库尔斯克北郊俄军 S-400防空阵地以及第6坦克集团军的指挥所，瞬间撕开了俄军的防空网。地面战场，乌军第7突击军在库尔斯克市区东郊展开攻坚，面对俄军围点打援的战术，乌军凭借无人机侦察锁定俄军火力点，同步呼叫 F-16战机实施定点清除，在佩列亚斯拉夫卡展开巷战。乌军特种部队使用 FPV 无人机蜂群袭扰俄军装甲，击毁8辆坦克和步兵战车，同时用60毫米迫击炮封锁俄军的增援通道。截至16时，乌军已经收复了库尔斯克南郊的亚里山德罗舒尔蒂洛东郊的皮什塔内，将战线向北推进了3.5千米，打破了俄军对库尔斯克南部的封锁。俄军第2坦克近卫师伤亡惨重，被迫向库尔斯克腹地撤退。
别尔哥罗德方向，乌军第92机步师抓住俄军主力西条的空隙，对雷扎维茨俄军军事设施发动突袭，摧毁一座关键的变电站和2个弹药囤积点，导致俄军前线供电中断，3小时有效牵制了俄军向库尔斯克的增援兵力。布良斯克战场，乌军无人机部队精准打击了750千伏变电站，引发爆炸迫使俄军抽调部队回防，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赫尔松战场，上午9点，乌军第35海步旅依托第聂伯河的防御工事，发现俄军试图通过登陆艇向赫尔松渗透，随即呼叫无人机部队实施精准打击，一举摧毁3艘俄军登陆艇，全歼登陆分队，稳定了赫尔松南郊的防线。克里米亚的远程打击成为点睛之笔。当日深夜22点，乌军使用远程无人机群突袭新菲罗波尔和赫瓦尔迪斯科俄军的油库，引发大火，烧毁俄军500吨燃油储备。据 CNN 报道，五角大楼正式批准向乌克兰转移战斧巡航导弹。所谓的美国自己不够用等政治层面的障碍已经被技术官僚给清除了。该媒体解读，美方重提战斧导弹很可能和俄军使用伊斯坎德尔巡航导弹有关。一直以来，战斧对标的都是伊斯坎德尔导弹。2019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也是因为俄方违反了中导条约。据路透社10月31号报道，俄方近来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数枚伊斯坎德尔巡航导弹。俄军在对乌克兰的袭击中一直在使用这款导弹。若乌克兰能将战斧巡航导弹、火烈鸟、海王星以及风暴影音导弹系列巡航导弹组合使用，就能够对俄境内军事目标和能源设施构成致命的打击。截止11月1号，2025年乌军已经实现了160次对俄能源设施的打击，摧毁俄军 48% 的铠甲防空系统，导致 37% 的俄军炼油厂停工，57个地区出现了石油短缺，从根本上削弱了俄军的战争潜力。乌克兰人正在用战斗捍卫自由和欧洲的梦想，胜利的天平正在加速向正义的一方倾斜。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